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7月21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新的一周开始了，上周五纳指一如既往的创下新高，周线更是连续收出第13根阳线，指数上涨不言顶，只要不出现大幅回调，我们就有机会捕捉赚钱的个股。Circle 的短期目标254如期在3天内达成，同时 Lucy 也指导财生们对 AMD 进行了波段止盈的操作。那么本周会有哪些新的机会浮现呢？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相关的股票走势图吧。今天我们同样从2个方面呢来去分析一下纳指的走势。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它的一个第4轮结构9呢已经走完。那本周的话，我们紧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一会儿给大家去画一下。第二个方面呢，是分析一下热门股票。那我们依旧会从 Circle、AMD、MSTR 还有谷歌和 APP 来去给大家分析。如果说你也想跟上 Lucy 的技术分析方法吃肉，可以在评论区回复一个888。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上个星期五又刷新了一个高点呢，现在呢是来到了20980.56这个位置。那也就同时出现了我们本周继续跟踪的这个第4轮的一个结构9，那已经完成。那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参考点位是哪里呢？其实就是这最后一根结构9的一个最低点，也就是20846.12这个位置。如果说本周的话不会跌破这样的一个点位的话，其实纳指它还是可以继续上行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一个彩虹带呢，现在还是稳稳的在这个拖着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上行。所以说现在呢，纳指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其实从周线上来看的话纳指是比较强势的。在这个过程，其实上一轮的一个结构9走完之后呢，它连续的4根周线的一个阳线呢，其实也是创出了新高。而且在这个过程呢，它的一个实体的话会慢慢的这样的从大到小，但是本周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突破平台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其实本周的话，我们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总的一个点位的话呢，是20592.56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持仓呢其实盈利是比较丰厚的话，那我们可以在观察点位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宽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从日线上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位置呢，我们要去看它能否跌破这个20846。但是如果说从周线上来看的话，我们是可以让步一小部分的。也就是说20592这个位置如果不被跌破的话，其实一周的一个行情的话还算是比较安全的。那这个就是对纳指的分析。那如果说从 MACD 来看的话呢，其实日线呢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变化，基本上它的一个红色柱体呢没有持续的放大，也就是说其实它的一个空方的动能呢也不是很强，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就只是平稳的一个这个震荡。但是呢从周线上来看的话，其实周线的 MACD 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势的，而且它还是在一个多方的一个强势的助推下上涨的。所以说现在纳指呢其实我们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担心，只要是把我们的一个盈利呢能稳稳的把握住就可以了，我们只要盯紧这2个点位就可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Circle 呢，它其实本周的运行空间呢，主要是在周3、周4、周5这3天。也就是说，在星期3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强势的突破了61.8%这个位置，也就是209元我们之前一直观察的一个点位。它的一个区间呢，是从209一直涨到了254这个位置，也就是 80.9% 这个第一个阻力位。而且我们看到呢，星期五它是有出现过，但是呢它最高点是260元之后呢就出现了冲高回落，收盘价呢收在了一个低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在上周我的一个视频里就是星期五的一个视频里面有在封面上有写Circle 它的一个目标价是254所以说这个惊喜来的比较快。那我们看一下本周是否能有机会在低位去低吸它。
正常情况呢 Circle 它的一个日线如果说能在 61.8%， 也就是209之上，如果说能支撑住的话，其实 Circle 它的一个行情还没有走完，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运行空间呢，其实这条线是209，那么上方是254。如果说它试探了之后的话，其实它回落呢是给我们的一个这个低吸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去用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去参考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图表呢是 Circle 的60分钟的走势图。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星期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冲高，最高点是 262.97， 那就出现了回落。但是它在回落的过程中呢，非常好的一点是它回落到了这样的一个紫色飘带的一个多头区域，而且呢它是连续的出现了我们的蓝色 K 线。我们知道蓝 K 的话呢是机构低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已经出现了结构6。那也就是说在星期一开盘的话呢789的话60分钟应该是前3个小时，也就是上半场它有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咱们有关注这个 Circle 的小伙伴呢，你可以去看一下60分钟的一个指标图。那第二个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AMD 的话呢，在我们的一个跟踪呢 Lucy 是从这一天有叫大家呢去参与，而且呢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呢也有跟踪，这个位置呢也看到了有很多粉丝朋友呢也买入了 AMD。 那我们的一个成本呢大概是138到140元之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 AMD 它连续的一个7天的一个上涨呢，会给到一个高点，也就是 161.96 这个位置。但很遗憾它出现7的时候没有继续的创出黄色的 K 线，而是出现了一个实打实的一个跌破。所以说在盘中的时候呢 Lucy 有提醒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是可以去做一个波段止盈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呢 AMD 不是这一波就结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没有跌破。那我们本周呢就要关注这一个重要的位置是多少呢？就是153块5毛6这个地方，也就是3和4之间的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的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5、6、7，它是3天呢是没有补掉这个缺口，但是它现在7呢是出现了阴线的一个回落。所以说呢，如果说在4的一个开盘价这个位置，也就是153块5毛6，它如果说没有跌破的话，其实呢还可以在这个位置去低吸。但是我们结合彩虹带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紫色的一个飘带的话，它还是向上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运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如果说它能在153块5毛6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阳 K 的话，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贴近彩虹带的一个买点。那么这个就是 AMD 我们去做波段的一个分析。那我们看一下上周呢 Lucy 也有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呢去给大家讲过。那我们说 AMD 的话是我一直以来在跟踪的，那强势这个上涨的势头正猛，那阶段新高就是黄 K 了。我们按照黄 K 的一个简单判断呢，就是说等到它跌破的话就先止盈落袋。那么星期五的话呢它是出现了，那如果说一路上涨的话，那上行阻力位的话是这个174块5毛3，但是它中途呢是出现了一些小的一个插曲。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股价它不是一直向上不断刷新高点的，它中途它会有一些小的插曲。所以说能看懂 Lucy 文字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移动止盈即可。所以我当时呢是在这个周五的一个开盘之后的1个小时之后有提到了说我看到呢 AMD 在30分钟和60分钟是出现了散财童子共振，所以说我说可以止盈部分仓位这也是我在做波段的过程中教给大家的它的一个移动止盈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我们有持仓的小伙伴呢也给Lucy 发来了这个喜报说他赚了10几个点，这个呢就恭喜我们的财生朋友。咱们订阅粉丝注意了Lucy 呢财生的这个盘前广播呢就是我的一个黄金追踪器，会给咱们新粉丝们7天的一个体验时间。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那赶快找助教老师拿订阅方式。如果是你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我来简单介绍一下。那想跟上 Lucy 的直播分析实战交易心得，
第一步的话，你一定要点一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作为见面礼呢，新粉丝可以立刻解锁美股洞察的一个体验课程。每周的话，直播时间是有3节课啊，是每周二啊、周四和周五的香港时间下午5点钟开始，就是在美股的盘前。那大家都知道啊 ，Lucy 是给内部会员讲解实战交易的。那行情预判和大概的走势呢，都会把底层逻辑给小伙伴们讲清楚，简单易懂。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大家自己可以看懂自己的股票交易，也会讲一下财生们发现的当下具备买卖条件的个股。如果说 Lucy 讲到了一些期权的一个操作方法的话，那想体验盘前直播解析的朋友们就不要错过了。那这里边的一个3节课呢 ，Lucy 会设置课程打卡。如果说你还能连续3天打卡的话，那 Lucy 还会加7天的这个广播体验，也就是2周会给到我们的一个新朋友。那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赚钱效应极强的一些这个选股方法。那如果说想进一步学习技术分析技能的朋友们，你抓紧到下方置顶链接里找到 Lucy 的助教 Star。那发送口令，我们是有口令的，你要发送赚钱2个字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包括课程链接包括这个盘前的一个频道，就会发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在上一周的这个 MSTR 呢，其实呢是 Lucy 一直在跟踪的。那它上一周的话，其实是一个横盘震荡。那我们此前呢跟踪它的一个时间是比较早的了，是在这一天去跟踪它，然后一路呢拿到了这个457块2毛2的一个高点。但是星期五的话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 MSTR 呢它跟比特币的一个走势呢是相关的，那出现了一个跳水，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跌破了我之前给大家去讲的一个防守线，也就是440块7毛5。但是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有一点诡异的在这个地方，其实 MSTR 的话，它的一个主力资金呢就并没有出逃。那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有新增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跌破呢？其实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股价呢，如果说飞出这样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距离比较远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修复所以说呢，它的一个修复呢就来的非常着急星期五的话，一根大阴线直接修复到了这个边界。所以说呢，其实 MSTR 呢比较突然。如果说按照我的一个执行标准的话，其实是440块7毛5这个位置呢是要先止盈出来的。那么当下这个地方它一步到位。就是说在这个彩虹飘带的一个上边界，那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低点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参与低吸的一个好机会。这也是我观察了MSTR 它的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也就是这个位置。为什么说它可以低吸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白线，它其实呢是回踩了之前的一个M 型的一个这个高点平台。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撑压互换的点。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要看到这一个位置回踩不破就可以了。而且盘前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它有回到430这个位置。所以说，如果这一根阴线它不会继续跌破这个平台的话，我认为它就是一个低吸的一个共振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说它的一个低吸？我们知道就是在30分钟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其实这个图表呢是上个星期五30分钟的一个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已经出现了白色的 K 线加上聚宝盆的一个资金流入，所以说它已经出现了抄底套餐的一个第2个条件的一个信号。所以在这个过程呢 ，MSTR 的话，它算是一个变形的一个抄底套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在低吸的一个过程的话，这就是第3个我们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条件。那这个就是 MSTR。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谷歌的日线走势图。其实谷歌的话，它这一轮的一个反弹，我们可以看到呢，它从175我们推荐的一个位置到现在呢，它的
上个星期五的一个收盘呢是来到了185以上，这也是按照我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呢，其实是它稳步上行的。虽然说它的一个走势比较慢但是我们在175跟上 Lucy 的一个财生的这些伙伴他去买到的话，其实还是有不错的一个收益，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持仓的话，会让我们比较安心。那谷歌的话，它是由我们的一个启动的一个信号呢，去拿到了它的一个低位的点。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呢，它也过掉了上个星期五呢，过掉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是多少钱呢？我想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之前给大家画过的185元，而且它现在算是一个站上了。如果说接下来的3天也就是本周的3天，它不跌破185元的话，其实它打开了上行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谷歌的话呢，现在具备了一个波段的一个启动，是我们拿到了。后续呢，只要我们稳稳的持仓就可以了，并且我们看到呢，底部来的聪明资金在这个地方呢，它都没有出现这个流出，而且 MACD 呢是一个上行的绿色的柱子，而且是稳稳的放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谷歌的话，如果你是稳健的小伙伴的话，其实持仓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股票。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盘前广播呢，有给大家写到这个股价呢在185元位置震荡了4天，那股性是比较稳健的，拉升呢比较慢。但是如果说从咱们的九转结构第6天来看的话，如果今天能站上并且突破185的话，未来上升空间就打开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跟踪谷歌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是稳健的小伙伴那谷歌它在185元，你可以本周去看一下它未来3天的一个走势。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分析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PP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 APP 的话，实际上Lucy 已经跟踪它有大概3周到1个月的一个时间了。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之前这一段的话是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标准的。那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呢，我们早在这个位置去发现了它的一个存在，而且呢低吸的一个机会。但是很遗憾呢，它3到5天呢没有给到我们太多的一个收益，只有10%的一个空间。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一个空头趋势。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它比较弱的话，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它没有跌破这一个平台位，所以呢这就引起了 Lucy 的注意。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跌破的话，那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半年的一个这个支撑线的话，就稳稳的支撑在了这个位置，也就是大概340元这个地方。但是呢，它上个周的话，它是出现了这样的一轮波段的一个拉升，而且呢，高点呢是给到了370元，并且它现在出现了一个我们的黄色飘带变成紫色飘带的一个关键节点，也就是变字出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怀疑它有可能会就此呢，它的一个这个拉升的一个波段呢开启了。因为之前的一个横盘震荡呢，是给到了一些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些这个低吸筹码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看辅助的指标 MACD 呢，它有机会去这个快线和慢线突破它的零轴上方。如果说它能上到水上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强势的一个拉升股价呢也会随之上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龙头引力呢，我们的一个这个龙线一直在加速区，它并没有下到我们的一个蓄势区而且在这个地方它还有微微的一点翘头。所以说其实 APP 的话，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能去小仓位的先去占上一部分一个仓位的话我们可以后续观察，如果说它能出现这种紫色的飘带的话，我们可以沿着这样的一个上边界呢去再进行低吸就可以了。那其实刚刚讲到的这3个点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位置呢其实被 Lucy 总结为就是它出现一个变字，加上呢我们的一个这个 MACD， 还有它的一个龙线的位置，那么3个点呢其实它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出现，那么这个就叫我的一个启动信号。所以说 APP 呢它现在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后续呢就去跟踪一下它的一个结果。这是 APP 的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